生活中，我们是不是经常被这样的念头困扰？买了一件新东西，却发现其他东西都不够搭，于是开启了一场连锁消费之旅。从一张沙发到一套房子，从一辆车到一堆债务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些消费买来的到底是幸福，还是负担？历史上有些大富大贵的人物告诉我们，财富靠的是智慧积累，而不是盲目挥霍。今天，就让我们一起揭开这场关于财富与消费的迷局，找回属于自己的经济自由。从小事开始说起吧。我们每个人或许都有过这样的经历，买了一个新的小物件，却意外发现其他配套的东西都显得不够搭，于是开启了一场补充消费的旅程。想象一下，你买了一个高档沙发，发现老旧的茶几配不上它，那就买个新茶几吧。结果一看，茶几又和餐桌不协调，干脆把整个家具换掉。换完家具再看看房子，似乎也不够时尚，忍不住又考虑换房。就这样，一次看似不起眼的消费引发了巨大的经济负担。如果你还背着贷款或者信用卡账单，那就更是雪上加霜了。这种情况并不稀奇，我认识的一位朋友就是这样被自己的消费欲望推着走。最开始只是买了一台新车，想着既然有了新车，那生活品质也该提高一下吧。于是他决定换一套更高端的家电，结果一发不可收拾，房子装修、家具更换，家庭开销都以几何倍数增长。短短2年时间，他的收入被这些必须升级的项目掏空了大半，甚至还欠下了一屁股债。最讽刺的是，他后来直言，早知道这样，还不如老老实实开那辆旧车呢。其实，很多时候，真正让我们陷入经济危机的并不是某一次大额支出，而是无休止的小额消费积累。细水长流是好事，但细小开销积少成多，却可能成为压垮我们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就像巴纳姆所说的，节俭就是财富的基石。你在努力赚钱，如果没有量入为出的意识，也迟早会被自己的消费习惯拖垮。可我们为什么总是陷入这种恶性循环呢？原因之一是心理上的攀比心态。看到别人换新房、开豪车，总觉得自己也不能落后，于是明明工资还没涨，却敢胆子大地透支未来的收入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往往会高估自己的经济承受能力，却低估了债务的压力。当账单雪片般飞来的时候，那种窒息感可一点都不浪漫。此外，过度消费也往往源于对幸福的误解。我们以为更大的房子、更贵的家具、更豪华的度假才是幸福的象征，但实际上，物质的满足只能带来短暂的快乐，而过度的消费只会让自己陷入幸福的假象中无法自拔。那种因为债务而失去自由的感觉，才是真正的痛苦。幸运的是，改变并不难，只需要从量入为出的习惯开始。就像我那位险些破产的朋友，在经历了那场沙发危机之后，他学会了精打细算，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消费习惯。如今，他的小日子过得既节俭又舒适，甚至还存下了一笔可观的积蓄。他常笑着调侃自己，节俭的生活才是最顶级的奢侈品。如果说量入为出是一种基础的财富观念，那么远离债务就是保证我们经济自由的底线。年轻人特别容易陷入信用卡的陷阱，觉得反正能分期付款，暂时的支出不算什么。但实际上，这种行为会逐步侵蚀我们的财务健康。想想看，当你每个月都要把大半的收入拿去还债，还谈什么理想和追求呢？所以，避免陷入为鞍买马的困境，不仅仅是控制消费那么简单，更需要我们从心理上认清物质和幸福的关系。幸福从来都不是物质堆积的结果，而是内心的平和与满足。学会知足，才是财富的真正来源。年轻人的故事并非个例，在我们生活中，类似的心态屡见不鲜。特别是一些自诩高材生的人，他们对未来满怀憧憬，
却不愿意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走。那位年轻人自信满满地说，只要有启动资金，他一定能做出一番事业。可他的计划却让人哭笑不得。他不是在努力寻找机会，而是在被动等待天上掉馅饼。他说他有个富有的姨妈，年事已高，等着对方离世后遗留财产，或者去寻找其他有钱的老家伙资助他的梦想。这种毫无羞耻的想法不禁让人摇头叹息，他根本没有认识到财富是靠努力和智慧换来的，而非靠运气和别人的慷慨。有句话说得好，不经过磨难的财富犹如沙上践踏。即使那位年轻人真的如愿以偿拿到启动资金，结果会如何呢？想想看，一个从未经历过挫折的人，凭借一笔从天而降的财富，真的能把事业做好吗？我很怀疑。创业是一件充满挑战的事情，没有经验，没有准备，没有对市场的深刻理解，仅仅靠一笔钱就能成功，这无异于缘木求鱼。许多人一夜暴富，但更快的一夜破产，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积累，没有稳扎稳打地迈出每一步。我们再看看生活中那些脚踏实地的人，或许他们的起点并不高，没有耀眼的学历，也没有强大的家庭背景，但他们用汗水铺就了成功的道路。他们明白集中所有力量，执着地敲打一只钉子的道理。他们知道成功并非靠侥幸，而是靠专注和坚持。在选择一项事业时，他们全力以赴，不让自己的精力分散于无数琐事上。那些想着多线发展的人往往走得很慢，因为他们的力量被分散了，犹如打铁时一片片的敲，最终得到的只是零散的碎铁。而那位年轻人，如果他继续保持这样的心态，未来可能也会重蹈覆辙。假设他真的拿到了资金，也许会在几个朋友的怂恿下，很快挥霍一空。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？当他们手头拮据时，朋友一个个消失；当他们突然有了钱，身边却挤满了好兄弟、好闺蜜。这些所谓的朋友教他们如何奢侈地享受生活，如何迅速赚取暴利，却从不教他们如何珍惜财富。等到钱花光了，朋友们也散了，留给他们的只有破产的痛苦和无尽的悔恨。回到故事中的年轻人，或许他觉得自己能识破那些朋友的伎俩，但事实却往往事与愿违。没有吃过亏的人，总是轻易相信甜言蜜语。那些朋友会告诉他某个生意有多么赚钱，某个投资机会有多么难得，而年轻人一旦沉迷其中，很可能将辛苦得来的资金投入进去，最后落得个血本无归。财富的流失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人们在失败中没有学会反思。如果年轻人继续执迷不悟，总想着靠别人完成自己的目标，他的生活会一败涂地。而如果他能从失败中醒悟，意识到脚踏实地的重要性，他的人生或许还能迎来转机。金钱如水，滋润万物，却也能让人迷失本性。有的人一朝有钱，便像是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，迎来了一大群所谓的朋友。这些人热情似火，总能以各种名目让你掏钱。朋友，来试试这瓶限量版红酒吧。哥们儿，这手表配你气质，买下就是身份的象征。诸如此类的建议看似贴心，实则暗藏目的。他们并不是真心为你着想，而是在借机消耗你辛苦赚来的每一分钱。这种场景并不少见。一位朋友初入生意场，凭借勤奋与机遇小有成就，然而这刚刚尝到成功的甜头，他便成了人群中的焦点。一群人蜂拥而至，声称要带他认识更高端的圈子。酒局、牌局成了日常消遣，每次都是他买单。更有甚者，以投资机会为由，劝说他拿出几十万元去尝试某个稳赚不赔的项目，最终竹篮打水一场空。钱没了，那些所谓的朋友也随之消失，留下他一人独自舔舐伤口。这种人情冷暖的经历并非个例。很多人在获得财富后，
便误以为自己拥有了掌控一切的能力。他们沉醉在虚假的赞美中，迷失了对现实的判断力。这些朋友擅长捧杀，一句您是我们这里最懂行的就足以让人飘飘然，不惜在自己并不熟悉的领域里挥金如土。直到失败降临，他们才恍然大悟，原来自己并非无所不能。而那些所谓的朋友也从未真心实意。更令人痛心的是，有些人不仅挥霍了财富，还失去了最基本的信任。当他们需要帮助时，发现真正愿意伸出援手的朋友寥寥无几。曾经围绕在身边的人，要么早已不见踪影，要么干脆推卸责任。哎呀，这事可不关我的事啊，当初我也是好心帮忙的，你可别怪我。这些冷漠的话语如同一记记耳光，打醒了那些迷失在金钱泡沫中的人。然而世间还有另一种危机，那就是吹牛。当有人在财富初积累时，便开始夸大其词，到处吹嘘自己的成就。这样的行为不仅无法赢得尊重，反而会招来无穷无尽的麻烦。有些人为了面子，声称自己腰缠万贯，结果引来无数求助与借贷请求。面对别人的要求，他们往往左右为难，借吧，心有不甘；不借，又怕伤了友谊。久而久之，这种虚张声势的行为只会让自己进退维谷。真正的成功并不需要过度张扬，而是需要平和心态与正直的操守。没有正直的人，即使一时得势，也终究难以长久。一些人为了快速积累财富，不择手段，甚至损害他人利益。然而纸终究包不住火，那些缺乏诚信的人，最终不仅失去了金钱，也失去了朋友与尊重。而真正的朋友，无论你贫穷或富有，都会与你风雨同舟。贫穷时，他们会支持你，鼓励你；富贵时，他们会提醒你不要迷失自己。这样的朋友是人生中最珍贵的财富。然而真正的朋友却并不容易发现。许多人在经历过失落与背叛后，才能明白谁是真心，谁是假意。财富从来不是为了炫耀，而是为了让我们的生活更自由，更充实。无论你是初入社会的年轻人，还是已小有成就的创业者，都别让盲目的消费和虚假的友谊拖累你的脚步。记住，幸福从来不是物质的堆积，而是内心的满足与平和。希望今天的视频能帮你重新审视消费与财富的关系，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。如果你觉得这期内容对你有启发，不要忘记点赞、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。